哎呦，笑什么？哎，Kim 姐，你看这个小朋友很可爱，每次把 B 跟 D 写相反哎。哎呦，不要笑他啦！哎，你小时候会这样吗？当然不是啦。我跟你讲，我听说啊，那些常常把字写反的呢，应该是有读写障碍的嘛。有这么严重吗？我小时候在学写字也会偶尔写相反的吗？哎呦，可能你也有读写障碍。来，我带你去看医生，走。又要看医生了。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读写障碍。是，那马上邀请我们嘉宾，欢迎儿童发展顾问陈贤婷医生，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 Iron Chef Heman，Hello。还有知名儿歌创作人温金华温老师，你好，你好，好，欢迎三位。好，我们先来让陈医生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读写障碍呢？读写障碍是一种特定的学习障碍 ，OK， 会影响到一个人识字、阅读跟拼写的能力。OK， 然后主要的问题其实是大脑在文字和语音连起来的这一步会比较吃力。这其实不是智力、视力或语言能力的问题。一般人看到文字的时候会联想到拼音还有意思 ，OK。可是有读写障碍小朋友的大脑需要说绕比较多的路，所以读起字来是比较吃力，读得慢也容易读错。Chef Heman 是你家人还是你自己呢？我自己也是 ，OK。哦，其实是从小儿子，我的最小儿子 ，OK， 他在应该是5、6岁的时候，开始被察觉到。起初我们是以为他有色盲，说颜色跟字看了就忘记，看了都忘记。然后带他去检查一下，发现他不是色盲。在 enrichment class 的时候，那个老师就开始发觉很类似读写障碍，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不要带他去检查一下？是在那里才发现的。然后发现到他有这样子的一种状况之下，1个月后，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跟他很像，有很多东西都很像。然后我就在做我自己本身做了一个测验，所以自己也有嘛。对。哎，可是我想问一下医生哦，像Chef Heman呢，他是儿子有这个问题，是会遗传的吗？其实如果说家长一方有读写障碍的话，子女有读写障碍的风险可达30到50%。但是如果一般平常的人，就是比如说父母都是 OK 的，对，他的孩子会有这个读写障碍的几率是多少？那几率还是就有的，就是5到18%。温老师本身是有相关经验吗？我本身就没有读写障碍，我本身有两个孩子，大女儿跟小儿子。小儿子啊，到了那个幼儿班的时候，他在学习方面很慢，到差不多小2的时候，阅读文章的时候呢，都不能够流畅的朗读，那么同时在发音方面呢又读错。那么过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去做一些专业的一个评估，才发现原来他真的是患了读写障碍。好，那既然2位都是对这读写障碍有一些亲身的一些经历哈，我们有一些小小的迷思来问问2位啊，看看大家怎么说哈。好，请问学龄前的孩子，如果总是把这个字母写反，就很有可能有读写障碍。真还是假？假。好 ，Chef Heman 说真，然后温老师说假。因为我本身会有这样你每次写反什么字？B 跟 D 哦。B 跟 D。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不会写小写，我只会写大写。可能在学龄前，孩子们可能对于文字方面的这个认知不多啦，在这个年龄群里面，不认识字的人很多，所以也不一定是患了读写障碍。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陈医生，来，答案是真还是假？答案是假。学龄前的时候，就是7岁之前的小朋友，如果单是写反字母，其实不代表是读写障碍。OK。而且有些读写障碍的小朋友也不会写反字母。读写障碍主要的问题就是大脑在处理这个文字跟语音，出现持续性的问题。OK。7、8岁之后呢，还持续性的写反字母，那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了。OK。
Chef Heman，你跟你的孩子在学认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经历呢？其实他很吃力，就是我在看一个造句啊，在看一个sentence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一段就可以把它读完，我把它分尸啊，就分成很多段来读。孩子也是这样吗？跟你一样吗？孩子也是这样。我的孩子本身呢就是这样，他在阅读时候就遇到很大的困难，而且通常都是对于一些颠倒的一些字母啊，全部读错。他也很少说话。OK，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点口吃的，我不晓得口吃跟阅读障碍有没有关联，我不晓得。所以我是怀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些遗传的基因存在。那我们问一下医生吧，口吃跟学习障碍是有关系的吗？口吃不是学习障碍的其中的一种症状，没有那个相关性。早期的话，通常读写障碍会表现为说语音意识弱啦，还是学习字母或语音的时候是比较困难、比较慢。可是读写障碍主要的问题就是表现于就是阅读跟写作的问题，的困难呐。因为阅读方面，好像之前所说的，就是阅读速度会异常慢，通常跳读啦，还是读错词。因为就是有这些问题的话，理解也会受到影响。然后拼写的话不稳定，然后拼写记忆也不牢固。总的来说，其实他们的书面表现常低于他们的口语能力。我发现两位他们都是在小朋友上学的时候才发现说有这个读写障碍所以是不是临床上就是来看诊的，也是大概是这个年纪？其实大多数较严重的读写障碍的话，这些小朋友可能是在5、6岁的时候，就是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会显现出明显的困难。可是比较轻度的读写障碍的话，可能是到了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才逐渐显现出困难。我在想，5、6岁还很小，很小，所以没办法确定，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很难判断说他到底是学的比较慢，还是说真的有读写障碍，我觉得很难去判断的。你说的没错，其实要确定是读写障碍的话，其中的诊断标准之一就是说，小朋友需要经过至少6个月以上的这个针对性循证的教学干预之后，仍然持续性的有阅读跟写作的困难。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就是需要做的一些测试。了解。大部分的小朋友是7岁到9岁，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受到确诊。那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呢，我们广告回来会请心理学家呢加入我们讨论我们稍后见。好，那欢迎心理学家许环翠博士加入我们讨论欢迎。欢迎。你好。请问许博士在读写障碍方面呢，心理学家扮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儿童心理学家会进行评估，判断孩子是否有读写障碍，从中推荐干预的计划。OK。然后我们也会协助孩子应付因为有学习困难而产生的一些情绪问题。那 Chef Heman，你当时确诊有这个读写障碍的时候，是有经过这种测试的吗？有，我是先从那个 basic 的那个，我在 online 做先，online 做测试了过后，我发现到我有那个 result 了嘛，然后我就不甘愿，我就去 DAS， 结果不甘愿还是确诊。好，既然这样子我们就请这个博士来模拟一下。这个读写障碍的测试有哪一些，好不好？有什么呢？OK， 所以Chef Heman，你跟我做这个活动哈。OK， 所以请说 Woodlands 去掉 learns 是什么 ？Wood。OK。正确。给下一个是 Uncle 去掉 curl 是什么好的。给最后一个 Sembawang 去掉 ba 是什么？Sembawang 去掉 ba，
汪。对了，好的，这个有点乱，有点乱。是很好的尝试。这个测试是测语音意识的其中一种测试。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答案哈，来。OK， 所以语音意识是我们对语言中的这些发音的这个认知和操纵能力。通常听到 would learns 的时候呢，如果语音意识强的话，就会比较容易能够把 would 和 learns 知道说有2部分呐。其他的字也是这样的。OK， 所以刚才我们的 Shahi Man 他是比较辛苦的，是这个三巴汪哈。他跟我说三巴汪，对，去掉巴，对，突然。但是在我的脑海中是一直三巴汪，三巴汪。OK， 对，就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巴不要这样。是 someone， 是 someone。OK， 所以这是第一个测试了哈。好，那第二个测试，我们可能是我跟 Kim 姐可以讲。OK， 好的。OK， 所以这是一个语音的记忆测试。我说什么你就说出来给我。OK， 好，重复。OK， 好。OK， 第一个 vida。OK， 好的，这么容易。对，这个容易。第二个 Pacolino。哎呦，好的。OK， 第三个 Munazolaco。好的。OK， 最后一个 Ahutolinazoro。OK， 正确。哇，可以嘞啊！所以如果有读写障碍的，是会怎么样情况所以如果有读写障碍的孩子会觉得这个活动比较难，是因为有可能是语音的这个记忆不是那么好。所以语音记忆是我们对发音的这个记忆力，所以我们在短时间能够记住多少个音啦。所以如果你比较难记住这方面的话，阅读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错乱啦。好，那最后一个测试，可能我们请温老师来挑战一下。好啊，来。老师看这些图片，然后我要你从左到右一行一行的看，我要你越快越正确的把全部的图片的名称说出来。车、树、球、帽。OK。帽、球、书、车、书、帽、车、球。哇，好的 ，OK， 哇，不错，可以吗？金刚对吗？就是这样。OK， 所以其实在正式的这些测试里呢，我们就会测老师花多长的时间讲全部的这些所以是速度啦，所以这是个快速命名的一个测试。如果在正式的测试，我们通常都会跟着年龄而调整这些题目的难处。所以如果有读写障碍，就可能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念出这些上面的东西。对，就要想很久啦。可能会想很久，所以花的时间可能会比另外一位跟他同一个年龄的人花比较长的时间呐，或者有时可能也会念错。了解。所以除了刚刚试过的这些之外，还有做哪一些其他方面的评估呀？所以我们今天做示范的呢，有3项不同的语音处理能力啦。我们除了测这几方面以外呢，我们一般也会测孩子的智商、语言还有读写能力。所以有读写障碍的孩子，他们是智商、语言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读写方面还有语音处理能力会比同龄孩子弱。当然，我们也做心理学家，也不只是凭测试的这个分数来做诊断啦，我们也是要考虑到孩子的学习、他的成长、他的情绪、行为，还有师长的反馈，还有他们作答的这些表现，全面的来了解孩子的这个学习强项和弱点啊，从中做这个诊断。像我先问一下 Shahi Man， 就是当你知道小朋友确诊之后啊，你本身有在学习上有做什么调整吗？他被诊断的时候，他每个礼拜都会去Association Dyslexic， 那边会有课程，对，帮助他，就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辅助课程。对，了解。当我在教导的时候，有些发音不准嘛，是不是？所以我就用一些颜色笔把它圈起来，让他有一种认知的感觉了，所以他慢慢去学习。那老师，你本身是儿歌创作者嘛？你们利用音乐来做一个教导？是的。孩子们喜欢听音乐嘛，在音乐互动方面呢，歌词本身就很浅白嘛，所以当他们在感染这个音乐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的是学会语音、发音等等。我是觉得动画本身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来推行通俗文化，从中就能够学习到更快。
是，我们可以听一下你制作的一些动画哦。好啊，可以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温老师自己创作的，很棒哎！我觉得你听到音乐，你会吸引到小朋友的注意力，然后通过音乐来学习那些不同的单词啊也好啊，每个人的不同的表情啊、颜色啊，只要是让孩子觉得有趣，然后让他们能够体验到的这些活动，都能够帮助他们学习啦。那当然，我们先进段广告哈，等一下我会继续请这个许博士跟医生，我们聊聊这个读写障碍的治疗方式啊。好，稍后见。想要请问许博士啊，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有读写障碍的小朋友去克服这个读写的难度呢？最有名也最有效的干预方式是叫 Orton Gillingham Approach。OK。它是一种用结构性、用多感官方式的一个识字的教法。所以它会让孩子通过视觉啊、听觉、触觉、动作有趣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教孩子这个读写的这些步骤啦。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可能我们可以从认字开始啦。如果说是要学 B 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ball， 然后 ball 就是桌上这个 ball。所以当然可能课堂上未必真的是要拿这些东西来示范啦。不过可能在图片上呢，会有让孩子说 OK B for ball，then you have a ball and then you have a bat。因为全部都是用B 开始的啦，所以那个形状就像是一个 B 的形状。所以如果说是多感官的这个教法呢，可能我们会让孩子在课堂上练习你在空中画那个字母，或者有时可能也会用好像 sandbox， 让他们能够画这些字母。其他的活动可能是好像学习这个字母发音啊，可能也是会运用这些图片啊。所以我这个是一个例子啦，好像如果你看这个图片呢，里面有 A big letter， 还有 small letter， 然后也有那个苹果啦，所以苹果 apple 让那个孩子记得说联想到了 ，OK apple starts with A， 然后我们想 apple 的开头音是 A， 所以这个字母的这个发音是 A。所以可能在课堂上就会经常跟孩子一起练习咯。A apple， 先老师念了，教孩子跟老师一起念，然后过后让孩子自己把 A apple 念出来，然后就经常这样做这些练习啦。其实跟后面这个有关是吗？这个呢，可能是换一个方式来练习这个字母的这个发音哦，所以好像这个活动呢，可能可以找出哪一个是 A 字头的。对了呀。如果他看到苹果，他跟你讲 A 苹果，他还记得的话，他就知道苹果是 A。对呀。然后再找 astronaut， 不是 airplane， 还有个 airplane。ambulance， 所以其实我们的部门有把这些活动也做成好像一些电子游戏啦，家长要给孩子练习这些字母的发音，他们可以上网做这些活动了。那身为家长要如何帮助孩子？我们会鼓励家长把读写障碍想成是大脑运作的不同，大脑运作不同，学习方式不同。不过孩子呢还是能够学习，还是能够成功。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呐。下来我们也鼓励家长们注意孩子的优点还有强项，让孩子有机会在他们擅长的活动内发光。我常常跟很多家长说，那个 early intervention 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发现的时候太晚。我面对很多家长，他们发现的时候，他们不承认他的孩子是这样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那个反而会造成你越拖，那个孩子的那个学习能力会越慢，越迟越难学。就是学习要去接受，然后接受了之后赶快求助，对吗？对，我的那个理解能力很慢，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很奇妙的是，当我掌握那某一件事情掌握的好的时候，我常常会做的比任何人更好。
超越很多人。这个是我也常常在 Association of Dyslexic 跟家长分享说，他们其实不用担心 ，it is a power of dyslexic。但我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说父母像刚才分享了，父母还能够做什么？有什么建议吗？所以其实还没确诊的时候，父母亲还是可以越早帮小朋友接触到书本，然后就是从1、2岁的时候，当孩子开始学语文的时候，就与其选闪亮的玩具啦，可以就是陪孩子一起阅读，然后帮助他们培养对文字的兴趣，这样子。所以这方面温老师做得非常好，因为他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就天天陪着儿子，对不对？是的，因为只有父母亲马不停蹄的、乐以继夜的去督促，其实这些方面是能够有很大的进展。那刚刚Chef Heman 也有提到说 DAS， 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孩子是如何从中受益的呢？我觉得 DAS 它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啦，帮助你的孩子怎么样去克服那个障碍。就好像我说的，理解能力很差，他要怎么样去理解，要怎么样去发音，要怎么样去读了去明白。我想这些都是DAS 扮演的很好的一些角色。所以我今天听完了，我就有一个感触了，就是说其实真的是要趁早哈，对，就是跟孩子阅读。如果你真的发现他有一些读写的一些障碍的话，尽早去接受所谓的早期的干预。然后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能够慢慢的改善了，就是不要像有些家长就不要去面对，去逃避的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对啊。所以除了要对自己哪一方面的障碍有认知跟接受之外，还要肯定自己还有其他方面的强项跟能力。是。那今天也是要谢谢陈医生还有许博士，然后谢谢我们2位伟大的父亲啊，Chef Heman还有我们的温老师，谢谢2位。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次见啦，拜拜。